王爷，国公府何府上下都能证明他就是沈一清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说他是沈一清，杀无赦！师傅，为何提及河西之战，就能让裴寂相信我就是叶夕颜呢？那是他此生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刻，是他登顶的起点，而你是见证人。所以，此计的关键是让裴寂勾起对太后的恨。和对一个家破人亡的弱女子的拯救，此计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用，但那也会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他的拯救会让你心生依赖，但你要记住，无情最动人，永远不要爱上那个人。既然想要我命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不行，都是老子用命挣的，用命挣的。兔子狗棚，我下个死人！破母猪也当宝贝，哼！看你们互相猜忌，自相残杀，也不枉我在这养雀院走这一遭。可惜没从他口中问出苏夫人的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摩尼宝珠，地藏王菩萨的法器。很少会有人在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萨。国公府的佛堂就有一座。月染小姐，我们家主子要对付国公夫人。夫人，老身活了50多年了，还未见过鬼。你们一个个倒好，比我还见多识广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木笑，我跟野草表姐妻，于木怕孤魂野鬼。快把火！来人，快放箭！点火！放箭！
装神弄鬼，是人是鬼都休想在我国公府作乱。尹母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尹母孝，我跟野草表姐妻，尹母怕，跟回野鬼滔天里。怎么办？别慌，放箭！放箭！回头箭！快跟夫人回去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嫡母这副模样。姐姐，西安姑娘真的不是亲姐姐吗？她能在群倭宴压倒沈云锦，又能在养雀院全身而退。玉香，只要能帮我们扳倒嫡母，她是谁不重要。母亲，林继府鬼魂作祟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这样子，哪还有半点王妃的做派？若不是你非要下作的和侍卫通奸，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？你，我已下令封锁此事。只要不传到宫里，天下皆知，那又如何？枉我为你费尽心机，竟半点比不上沈玉清。去抄100遍心经，好好再磨一磨你的性子。国公府的人在这讨论船上歌谣的人，怕是要传不到太后那儿去了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让太后知道。参见太后。太医不说风寒吗？妹妹怎生这般憔悴？无妨，让姐姐费心了，别把病气过给您。病愈之后，臣妹入宫陪您闲话。哀家今日来还有一事，福儿无法养育在哀家膝下，也未见最后一面。坊间传言福儿怨恨难消，想必是怨恨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哀家今日来亲自看看。姐姐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信。姨母，妹妹死后，我与母亲便日日以泪洗面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借福儿之死离间我们。你们如何对待福儿，哀家是看在眼中的。只是哀家夜夜难眠，须得看看是奸人作祟，
还是福儿怨恨难消，也帮妹妹了了心事。送，一个角落也别放过。是。回禀太后，全府上下均已搜完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哀家听童谣传唱。 烧香礼佛保住底，这是何意呀？虚言怎能当真？把佛龛打开。妹妹藏些经书做什么？福儿是臣妹亲自养大，以心血滋养栽培，怎能不懂？只能夜夜抄经，以解思女之苦。 福儿走得太过猝然，是哀家迷了心智啊！摄政王府贵妾叶希颜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放他进来。是。 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臣妾偶得国公府丢失的宝物，特来送还。我国公府未有遗失之物。地藏王菩萨左手的宝珠，怎的不见了？怪不得近来国公府总有冤魂不散的传闻。地藏王菩萨主管轮回之事，莫不是与此事有关？玉清，夫人没想到吧？李斯早就知晓了你的秘密，仿造了一个。
你们母女留下，所有人出去！提姆，真相是压不住的，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不要哭，我们陪着你。你们豪横的心，夫儿是哀家怀胎10月，冒天下之大不韪所生。你们杀了他，还把他的魂魄镇于此处，让他无法转世投胎。太后失言，林继福乃是妹妹远房表亲的女儿，与太后有何关系？太后莫要因小失大。你敢威胁哀家？臣妹自知罪大恶极，但臣妹为太后奔走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者，福儿是死于摄政王府之中，单凭我与锦儿，又如何掩盖？刚才惹起事端的，可是裴寂的人。正是，姨母，这明显是有人做局。如今父亲的西府君借着我与裴寂联姻，俨然成事。您若舍了我们母女，岂不是等于舍了国公府，自断臂膀？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外甥女呀！起来吧，国公夫人，摄政王妃。你们母女巧舌如簧，想来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接下来是何打算？臣妹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天干物燥，要小心失火。太后三思，这里面都是被苏夫人所害之人的冤魂，他们已经死得很惨了。若是再一把火烧了，多少冤魂将得不到安息啊！太后，我小娘的头面还在里面，她曾经给您唱过戏，您亲赐的她头面，可是后来父亲强纳她为妾，嫡母又诬陷她通奸，还有我那未满月的孩子苏夫人，又难谁把她救？闭嘴！求太后三思！求太后只是公道！求太后太后！求太后太后，里面还有继福妹妹。她说，她最恨圆圆，只因6、7冤家不想远嫁，却还得在人前欢笑，只敢在醉酒之后，拉着臣妾的手喃喃一语，说：“母亲，我听话，您别抛弃我，好不好？”太后，
不要被奸人蛊惑。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抓进去！太后，太后，敢在国公府作乱，就趁着乱子把你一块烧死。下课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要毁灭罪证吗？裴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犯哀家！按我朝律令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后难道要包庇胞妹吗？你，来人，把苏夫人带走彻查。是。姨母，快救救我母亲！非得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，才肯说实话，晚了。王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您的岳母，也是有一品高明的国公夫人。锦儿，你是王妃，泰山压顶，不能失了王妃的仪态。做王妃该做的事，放开我，本夫人自己会走。把王妃带回王府。王爷，我们也该回府了。王爷棋高一招，先是借叶贵妾之手，将童谣传入了太后耳朵里，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既破了太后与国公府的关系，断了太后的臂膀，又俘获了美人心。他抵刀，我收鞘，棋逢对手而已。这是妾身做的紫苏引子和梅子糕，请王爷和先生品尝。王爷，美色误国，切莫贪恋。
是王爷会帮我们。太后和王爷共治天下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民无二主，国无二君，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裴寂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能够削弱太后势力的机会。可我不明白，王爷不是已纵容他们压下了林继福之死？那是因为林继福确实为沈元锦所杀，沈元锦是摄政王妃，又是昭儿的母亲。如今祸水引到苏夫人那边，摄政王府就能摘出去了。嫡母确实该被清理了。想来看笑话，未免也太早些了吧？苏夫人就这么自信，这次还能安然无恙？我上有太后胞姐，下有国公府，即便是定了罪，也不过是去佛庄或者是庄子上小住几日，风波一过，自会回来。一出牢房，我定会结果了你。苏夫人说的没错，太后的确不打算追究林继福之死，还对外称她已经亲眼看过5座验尸了。这些年，国公府冤死了多少亡魂？姨娘、庶子、庶女，还要我帮你一一细数吗？国公也都帮您遮掩，称不过是一晚。你是来求和的？那些遗物中，还有些是京中女眷的旧物，不知道苏夫人可否还记得光禄寺卿马大人的夫人呢？什么意思？马大人乃3朝老臣，当年负责继位大典，还曾谏言新皇得位不正，在礼制上开罪了太后。后因其妻子意外坠亡，马大人伤心过度，告老还乡。不过近日，马大人的幼子调任大理寺卿，马大人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还牵涉继位一事。太后呢，已将此事全权交于大理寺处，国公也与您撇清了关系。不可能！让你信口雌黄，死了你的死！嫡母，我谋划了3年，为的就是今日啊！你果然是沈玉晴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你谋害皇亲，也是死路一条！嫡母，你教过我的，杀人诛心，要你命的另有其人。我只不过是来给你送壶酒。痛吗？痛就对了，你承受的不过是我和我小娘的1000万分之一。
老爷，喝一杯。父亲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借酒浇愁呗。父亲借着母亲的家族势力，从一个落魄世家子，到手握军权的国公，现在看母亲失了势，就要将她舍掉。我自己去求裴姬，求太后。愚蠢！你与裴姬夫妻多年，他什么心思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想斩断我们国公府与太后之间的联系。只怪你母后自己做事情手脚不干净，留下了把柄。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他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和太后，为了我。我做女儿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，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父亲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只有这最后一个法子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看来太后的人来过了呀。夫人此刻不能说话，这是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我们国公府吗？父亲，我们买通狱卒，找个死囚犯代替母亲吧。你是不是傻？只有他死了，太后裴姬才安心，我们才能脱身。夫人，你受苦了呀！这些年，你的手沾了不少的鲜血。我喜欢的，我不喜欢的，你是一个都没有放过呀！就当是他们来找你还债了啊！傻着急干什么？快过来帮忙呀！过来啊！不好了，国公夫人投怀自尽了。
新姑娘，沈远景最大的仰仗苏夫人已经倒了，太后也不会再管她。可您为何没有半分畅快啊？青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装哑，你装疯，只有这样，咱们娘俩才能活下去。青儿，青儿，再忍一忍，过了今夜，咱们娘仨离京城远远的，到边陲镇子开间小医馆，他们都死，以后换不回我小的。王爷找我何事？昨日为何要救国公府的人？你与那些庶女，姨娘曾是旧识。臣妾身份卑贱，看着那些冤魂，不由得想到了过往，感同身受吧。这些证物，你替本王还回去。小娘的针灸包。多谢王爷。谢我什么？谢王爷替大家做主。本王在大理寺查案时，也听了些故事。那个与你相似的沈玉清，和他小娘，在国公府格外受人欺凌。国公夫人对秦小娘轻则累行捶打，重则穷冬裸冻。林继福则是最喜虐待沈玉清，母女二人被折磨得一疯一痒。4年前，二人被关入养雀院，被鸟啄，被铁链穿破双掌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王爷同情他们吗？当年太后以母妃为要挟，逼我去河西平乱，本是死局。可我若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护住冷宫里的母妃。王爷，小太监得了太后的命令，激的、辱他，将他四肢脱臼，赶他爬行。
之后每逢雨夜，莫非都寒气刺骨？你可知本王为何恨人欺骗？莫非素有心计？他最信任的嬷嬷，告诉他我在河西战死。莫非心急复发，终是没有等到我回来，便撒手人寰。所以王爷回来以后便血洗后宫，从此成为人们口中那个嗜血、残暴的摄政王。本王不是同情，而是懂。但本王也有拼死要护主的人，所以不管你是谁，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。之前在狱中验尸，还未见有色。不祥之兆，这是要乱呢。快走快走快走！姑娘，姑娘，这个巷尾人人都在传您就是那个妖女，国公这是要将您置于死地啊！妾什么？我不信他没有听说您就是沈玉清的传言，好歹也要亲自验证是不是亲生父女啊！妇女，国公爷，这是外面。哎呦，外面才更好玩嘛！国公爷，来吧，国公爷，还有人呢。拿着，连衣服都拿不住啊！我用你有什么用啊？来人，把这个丫鬟给我拖出去罚卖了。爹爹，国公爷，这是您的亲生女儿玉清啊！啊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亲，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亲。王爷不想和国公撕破脸，姑娘，这次必定会更加危险。他有他要护的人，我有我要复的仇，终归不是一路人。叶贵妾，王爷派奴才来传话。恭喜叶贵妾升为侧妃，王爷请您戴好侧妃头面，去往正厅等候各方庆贺。王爷为何要在此时给他提位分，还大肆的宣扬？先生也觉得我是被妖女蛊惑，昏了头？国公首鼠两端，在王爷和太后两边拿好处，来扩大西府军。王爷此举无异于是与国公打擂台，逼着国公投向太后啊！不管我抬不抬叶侧妃，都拦不住他和太后谋损。本王还不至于把一个女人推出去做挡箭牌。
您对叶侧妃已经动情，您想护她周全。王爷骗得过外人，骗不过自己。可是王爷，他对您有多少真心？王爷本可登基为帝，为了不起内乱，忍辱负重，维系平衡。但是这一步踏出去，王爷苦心经营的一切，都将被彻底打破。南星小美人儿。这几天，南星小美人儿可憋死一了。正是，你怎么是你啊？你约我到媚香楼做什么？国公爷，奴家辛苦帮您谋划的妖女之事，这才迈出第一步，您就想抛弃奴家了吗？哎，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爷保举奴家入青天剑，奴家在太后身边如履薄冰，为爷和西府君筹谋，爷都忘了。乖，别哭啊！再等等，如今静儿在王府的地位不保，此次定要压制裴寂的气焰，在朝中立威。待日后裴寂倒台了，但裴寂根本不信贵神，还要将叶夕颜抬为侧妃，更是要昭告天下要保她。单单凭一句谶语，爷觉得能伤到他们吗？哦，啾啾有什么好主意啊？爷可知这世间何物最为珍贵？这，当然是美人儿了。啊？这世间唯有失去之物最为珍贵。西府君近几年军饷最高，征战最少。如果突然没了，爷觉得会怎样？若是因了妖女而失去的呢？啊！兵变。如今我西府四兄弟都来吊唁夫人，所带兵马都驻扎在城外，如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？只需要国公爷你死。哎，快说给我听听。妾身观天象，今夜必有不测风云。就不打扰你雅兴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。哎呀，南星小宝贝儿，你可终于来了。走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抓刺客，那边抓住他！
夕颜今日的妆容，可是有何不妥？平日太过娇俏妩媚，总让本王觉得不真实。今日，更像你自己。青天剑灵台始到。下官参见王爷。王爷，青天剑再三推测叶夕颜的生辰八字印合了天下大乱的谶语，不宜升为侧妃。青天剑也批过本王命额，也是不祥之人，正好相配。王妃到。王爷要为了一个女人，置天下安危不顾吗？夕颜何德何能，竟能左右天下之事？刺杀国公，祸乱天下。叶氏，你可认得此人？未曾见过。这个呢？是我遗失之物。哼，怎么刚好你遗失的东西在媚香楼继子南星身上？有人看见昨日你与他见面。我与南星都是媚香楼的姐妹，私下小聚乃是常事。大嫂死后，大哥有意保密行踪，甚少外出。刺客已经招供。你与南星串通，引国公到媚香楼，伺机伏杀。哼，南星那个贱人，早就收拾好金银细软，事发之后趁乱逃走。京城之内守卫森严，要不是你从中协调，他怎么可能人间蒸发？我欲刺杀国公，怎会蠢笨到落下如此多的破绽？今日是本王侧妃的封妃宴，诸位定有如此。王爷，叶夕颜害死我母亲，现又行刺我父亲，王爷还要维护他，半点夫妻情谊不顾，宠妾灭妻。王爷，幽王为哄褒姒，烽火戏诸侯，纣王听信妲己，残害忠良，玄宗专宠贵妃，引发兵变。王爷，您现在为了这个女人，要置国公府与我们西府均于不顾，她还不是妖孽？太后口谕，叶夕颜八字不详，还望王爷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莫要因为一个妖女危及前朝。幽王无道，纣王无德，玄宗无度，你们无能。妖孽，你说什么？你敢以下犯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江山是男人在治理，又败于男人之手，这过错骂名，却都让女子来背，当真可笑。王爷，拖不得了，今夜子时3刻为最佳时机，火烧妖女，灰飞烟灭，否则
必将天下大乱。对。王爷，城外西府军愈闹兵变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城外的西府军整个带弹，大有攻城之势。王爷，百姓聚于城府外，要您斩妖女平兵变。王爷，太后震怒，连夜召集众臣议事。即刻送叶侧妃出京。我不能走。叶夕颜，若你还想留在本王身边，待此事平息，我会接你入京。如今我代表的就是王爷，说是我走，王爷在和太后、国公的较量之中就落了下风，王爷在朝堂中的威信、权势，都将不复存在。你太小瞧本王了。夕颜本就不在王爷要护的人之中。夕颜一介继子，能做到侧妃以事幸事，不能再牵累王爷娘。王爷，让开！我等生死追随王爷。王爷若执意如此，先踏过我等的尸体，请踏过我等尸体。